这个彪形大汉名叫查理，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畸形杀人魔。他生性残暴，见人就砍，每天不是在杀就是在杀的路上。友情提示：本片过于简单粗暴，请胆小又好奇者谨慎观看。昏暗的房间里，男孩正拉着女友试探性的寻找出口，结果下一秒他就被神秘力量突然掳走。女孩不知所措，嗷嗷乱叫。可这时男友的头颅却飞了过来，他急忙起身逃离，没想到一把大砍刀又横空出世，直接就将女孩扎了个透心凉。而这里便是让人闻风丧胆的查理农场。与此同时，世界另一头的小胖和小帅正在谋划一场野外旅行。由于无处可去，两人就决定到查理的农场寻求刺激。殊不知，这竟是一次有去无回的死亡之旅。第二天，两对小情侣兴奋地向着目的地驶去。经过几个小时的车程，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传说中的那个小镇。可查理的农场到底在哪，他们也不知道。于是小胖就开始四处打听。白胡子老者得知他们要去查理的农场，担心他们遭遇不测，就呵斥他们原路返回。可小胖却一意孤行，执意要去那里探险。这时，一位好事者又出来好言相劝。他说，查理的农场是个黑暗之地，许多去那里野营的年轻人都无故失踪，而刚才的白胡子老者就是唯一目击者。小胖听后以为这是好事者的危言耸听，他一边推搡对方，一边辱骂对方是个胆小鬼。其他人不想事情闹大，就打算开车离开这里。没想到气头上的好事者却直接将查理农场的具体位置说了出来，希望他们早日踏入死亡殿堂。晚上露营时，小胖也说出了那个恐怖传说。相传80年代在一个废弃农场里住着一对恐怖的食人魔夫妻，他们以猎杀过路游客为乐，过着丰衣足食的悠哉生活。在这样没有人情味的家庭里，他们的儿子查理也变成了行尸走肉，沦为了父母的帮凶。村民察觉不对劲后，就决定集体出动，准备将这家变态赶出小镇。可这对夫妻却说自己是大大的良民，村民被逼无奈，直接就将男人一枪爆头。女人看到后径直来到后院，抓起儿子查理就逃离了这里。而村民们则趁机进入房间寻找失踪人口，没想到扑鼻恶臭却迎面袭来。看着眼前的腐烂尸体，村民气愤不已，当即就决定抓住母子俩斩草除根。此时查理母子已来到了一处小木屋，女人将儿子藏好后，自己则与追来的村民大声叫嚣起来，甚至还为了保护查理，谎称他1年前已经死去。村民信以为真，直接将女人活活打死。殊不知查理就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，就此一个更加邪恶的暴君也成功诞生。事后查理虐杀了所有村民，成了这片土地上最暴力的存在。听完这个故事，众人一脸兴奋，只想迫不及待地到达查理农场，却不知他们已经离死神越来越近。第二天一早，4人就开始继续赶路，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个铁栅栏前，看来查理的农场应该就在不远处。现在车子无法进入，他们只得带上行李徒步寻找。寂静的林间小路不禁让人后背发凉，可几人却本着视死如归的精神一路向前。经过几小时的长途跋涉，他们终于看到了那处梦寐以求的破败小木屋。几人欣喜若狂，径直就冲进了房间内部，墙上写满了到此一游的游客签名，看来还真有不少人来过这里。小胖的女友看到查理的玩具熊保存得如此完好，直接就将其收藏了起来。殊不知这一举动将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，因为畸形男查理现在已经长大，并一直在这所农场里生活，而那些到此一游的冒险家们也无一幸免，全都变成了这片土地的冤死亡魂。由于没有遇到传说中的查理，4人便在这里安心地住了下来。深夜，所有人沉沉睡去，可大眼妹却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。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发现门口正站着一个高大黑影。大眼妹以为是小胖，也没当回事，就又倒头睡了过去。第二天，4人刚起床就看到了一对年轻情侣，原来2人也是被传说吸引而来此体验生活。大眼妹一听此话，就想拿出玩具熊给他们炫耀一下，结果却发现那东西神秘消失了。其他3人纷纷表示没有动过他的包包，那么玩具熊到底去哪了呢？这时大眼妹突然想到了昨晚的人影，她认为肯定是那个人拿走了玩具熊，可小胖却说这里荒无人烟，那一定是他产生的幻觉，再加上那个玩具熊本身就不值什么钱，大眼妹也就没有继续深究。随后6人为了打发时间，便开始在四周寻找和查理相关的东西。就在几人离开不久，房间里却再次出现了一个高大身躯。此时长发哥和女友来到了一处仓库，里面漆黑一片，还时不时有尸臭味传入口鼻。2人好奇地向里面走去，竟然发现了一张摆放整齐的单人床，而这便是查理的寝室。女友猜测这里肯定还有其他人，于是便打算和男友离开这里，结果刚出门就被迎面斧头活活砍死。女友为求自保，急忙锁上房门藏了起来，可这小小门板又怎能挡住壮汉的撞击？很快他就破门而入。经过一番胡乱翻找之后，查理也成功将女人揪了出来。
另一边，小胖和大眼妹正在湖里交流感情，没想到查理突然冒了出来。小胖看到后很是不爽，当即就冲上岸和对方理论了起来。可悲的是，话还没说两句，就被查理削掉了命根子。由于后面尺度比较大，请大家结合画面自行脑补。大眼妹看到这一幕，拔腿就跑，查理也不甘示弱，在后面疯狂追赶。很快，他就凭借着2条粗壮短腿占了上风。查理抓住大眼妹就是一阵暴力输出，瘦小的身躯在查理手中玩弄自如。解决了2对情侣后，查理已有些体力不支，他回到仓库老巢准备休息片刻，然后再解决剩下的2个活物。没想到此时2人就在床下窃窃私语。查理听到动静后，手握砍刀四处寻找，2人害怕的缩在角落不敢出声。等到对方离开附近，2人才猫手猫脚的走了出来。可是现在大门已经上锁，查理听到声响再次返回此处，他们只得先躲起来寻找其他出口。可恐怖的咆哮声却从耳边划过，2人连忙蹲下身等待时机。恰好此时黄发女的父亲也赶到了这里，他来此主要是想接女儿回家，没想到却误打误撞闯进了狼窝。查理一看有新客人来访，也礼貌性的扔掉砍刀。他不断挑衅男人主动出击，出于礼尚往来，男人狠狠地打了过去，但是没过几招就被查理死死掐住了脖子。小帅见状决定上前助一臂之力，没想到最后却一尸2命，害死了自己和未来的岳父。金发妹看着至亲猝死，来不及悲伤，慌不择路的四处乱跑，而查理就不慌不忙的在后面追赶。还好金发妹及时钻进了报废汽车，可这在查理眼里根本就不算什么，仅用1只脚就踏平了整个挡风玻璃。幸运的是，查理并没有当场踩死金发妹，而是把她囚禁起来，准备慢慢享用。金发妹不想坐以待毙，麻利的挣脱身上的绳索。由于四周的木板陈年老旧，很快她就逃出了牢笼。没想到这里才是真正的人间炼狱，四周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腐烂尸体。顺着这些尸体，金发妹找到了一处扶梯，她急忙攀爬了上去。突然，一双手在洞口拉住了她。原来是电影开始的白胡子老者，对方出于对几人的担心，便来此查看，结果却意外撞见了逃离虎口的金发妹。这时，查理又提着大砍刀出现在身后。这次金发妹没有直接逃走，而是捡起老头掉落的枪主动出击。看到畸形怪中枪倒地，金发妹扔下猎枪就直奔汽车而去。就在她以为逃出升天之时，那张狰狞面孔却再次乍现眼前。查理将猎枪插入了女人腹部，然后又调转身体把枪拽了出来。查理看到女人身体被掏空，得意地将其扛起，消失在了黑夜的尽头。自此，作死小分队也全军覆没。或许后面还会有无数个作死小分队前来探险揭秘。